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大家好，今天我要向大家推荐一本可能会彻底改变你对养育孩子认知的书籍《园丁与木匠》。它的作者是艾莉森·高普尼克 （Alison Gopnik）。艾莉森是一位杰出的心理学家和哲学家，在儿童认知发展领域有着卓越的贡献。这本书就像是一把神奇的钥匙，打开了我们理解孩子成长奥秘的大门。或许你曾有过这样的困惑：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养育孩子呢？是像精心雕琢木头的木匠那样，按照我们既定的蓝图和目标去塑造他们，还是像呵护花园中植物生长的园丁，给予他们足够的空间和养分，让他们自由地绽放呢？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，它涉及到我们对孩子本质的理解以及养育方式的抉择。在当今社会，我们常常看到家长们为了孩子的未来而焦虑不安，他们给孩子报名各种兴趣班、补习班，试图让孩子按照自己设定的路线发展，却往往忽略了孩子自身的天性和需求。《园丁与木匠》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，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，让我们重新审视养育孩子的意义和方法。它可能会让你意识到，我们一直以来所秉持的某些养育观念可能是错误的，而书中所倡导的理念和方法，将为你的养育之路带来革命性的变化，甚至可能影响孩子的一生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同深入这本书的核心内容，去探寻其中的智慧宝藏。1. 园丁式养育与木匠式养育的本质区别。园丁与木匠首先明确地提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养育模式：园丁式养育和木匠式养育。木匠式养育就像是在工厂里生产产品一样，家长们有一个明确的目标，比如把孩子培养成医生、律师或者艺术家，然后按照这个目标去设计孩子的成长路径。他们会为孩子安排好一切，从学习内容到兴趣爱好，甚至包括社交圈子。而园丁式养育则完全不同，园丁不会去规定每一株植物应该长成什么样子，而是为植物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，让它们能够自由地生长。园丁会关注土壤的肥沃程度、光照是否充足、水分是否适宜等环境因素。在养育孩子方面，园丁式的家长会努力为孩子营造一个充满爱、支持和探索机会的环境，让孩子在这个环境中自由地发展自己的个性和能力。从心理学角度来看，木匠式养育是基于一种行为主义的观点。这种观点认为，孩子是可以被塑造的，就像一块白板，家长可以通过奖励和惩罚等手段来引导孩子的行为，使其符合自己的期望。然而，这种观点忽略了孩子内在的主动性和复杂性。相反，园丁式养育则与建构主义心理学相契合。建构主义认为，孩子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和社会规范，而是通过与环境的互动来积极地建构自己的认知和人格。孩子天生就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，他们会不断地尝试新事物，从经验中学习。园丁式的养育环境能够激发孩子的这种内在动力，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。在实际生活中，园丁式养育的应用可以从多个方面入手。首先，在学习方面，家长不要过分干预孩子的学习过程。比如，当孩子对某个学科或领域表现出兴趣时，家长可以提供相关的书籍、资料和资源，而不是强迫孩子去学习他们不感兴趣的内容。例如，有一个小男孩对恐龙有着浓厚的兴趣，他的父母并没有因为他沉迷于恐龙而担心，反而给他买了各种关于恐龙的书籍、模型，还带他去自然博物馆参观。结果，这个小男孩在恐龙知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知识，并且这种对学习的热情也延伸到了其他领域。其次，在社交方面，园丁式的家长会鼓励孩子与不同类型的人交往，而不是只让孩子与那些他们认为合适的孩子玩耍。他们会给孩子创造机会去参加各种社交活动，让孩子在实践中学会与人沟通、合作和解决冲突。就像在一个社区组织的儿童聚会上，孩子们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，有着不同的性格特点。园丁式家长会鼓励自己的孩子积极参与其中，而不是担心自己的孩子会受到不良影响。园丁式养育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，它能够培养孩子的独立性和自主性。当孩子在一个自由、支持的环境中成长时，他们会逐渐学会自己做决定、承担责任。他们会明白自己的行为和选择是有价值的，并且有能力去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。同时，这种养育方式也有助于培养孩子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，因为他们没有被过多的限制和束缚，所以能够自由地发挥想象力，提出独特的想法和解决方案。书中有一段经典的话：我们作为父母的工作不是要创造一种特定的孩子，相反，我们的工作是提供一种养育环境，让充满活力的新型人类能够蓬勃发展。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园丁式养育的精髓，让我们明白养育孩子的真正目的是为他们的成长创造条件，而不是去控制他们。2. 孩子是天生的学习者。书中另一个重要的观点是，孩子是天生的学习者。从婴儿时期开始，他们就展现出了惊人的学习能力。他们通过观察、模仿、实验等方式来探索世界，获取知识。这种学习能力并不是我们后天培养的，而是与生俱来的。
从认知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来看，婴儿的大脑就像是一块超级海绵，具有强大的吸收能力。他们的大脑在出生后的几年里会经历快速的发育和重组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们通过与环境的互动来建立神经元之间的连接，形成认知结构。例如，婴儿在观察成人的行为时，会尝试去理解其中的因果关系。他们会通过不断的尝试和犯错来验证自己的假设，从而学习到新的知识。同时，孩子的学习还受到内在动机的影响，他们对世界充满好奇，这种好奇心驱动着他们去探索未知。这种内在动机比外在的奖励和惩罚更能有效地促进学习。就像一个小女孩对天空中的星星产生了好奇，她会不断地询问父母关于星星的问题，自己还会去查阅资料。这种学习过程是自发的，也是高效的。认识到孩子是天生的学习者后，家长在教育孩子时就可以采取一些新的方法。首先，要尊重孩子的学习节奏。每个孩子的学习速度和学习方式都是不同的，家长不要急于求成。比如，在教孩子识字时，不要强迫孩子按照我们规定的时间表来学习，而是要根据孩子的兴趣和能力来安排学习内容。其次，要为孩子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和环境。家长可以带孩子去博物馆、图书馆、科技馆等地方，让孩子在不同的环境中学习。同时，也可以利用互联网等资源，为孩子提供多样化的学习材料。例如，有一位家长发现自己的孩子对昆虫感兴趣，就为孩子购买了关于昆虫的书籍、标本，还让孩子在网上观看昆虫的纪录片。结果，这个孩子对昆虫的了解越来越深入，并且在学校的科学课程中表现出色。这种对孩子天生学习能力的尊重和培养有很多好处，它能够增强孩子的自信心。当孩子意识到自己有能力学习新知识时，他们会更加自信地面对学习任务。同时，这种学习方式也能让孩子在学习过程中获得乐趣，而不是把学习当成一种负担。这样可以培养孩子终身学习的习惯，让他们在未来的生活中能够不断地适应变化，充实自己。3. 玩游戏在孩子成长中的关键作用。在《园丁与木匠》中，艾利森·高普尼克强调了玩游戏在孩子成长中的重要性。玩是孩子探索世界的一种方式，也是他们发展认知、社会和情感能力的重要途径。游戏则是一种有规则、有结构的活动，它能够进一步促进孩子的发展。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来看，玩是孩子的一种本能行为。在玩的过程中，孩子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情感，释放压力。同时，我也为孩子提供了一个模拟现实生活的场景，让他们能够在其中尝试不同的角色和行为。例如，在角色扮演游戏中，孩子可以扮演医生、老师、家长等角色，通过模仿成人的行为来理解社会规范和角色期望。游戏则涉及到更复杂的认知过程。在游戏中，孩子需要遵守规则，理解游戏的目标和策略，这有助于培养他们的逻辑思维、问题解决能力和决策能力。比如，在棋类游戏中，孩子需要考虑每一步棋的走法，预测对手的策略，并制定自己的应对策略。这种思考过程对孩子的认知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。家长应该鼓励孩子多玩，并且参与到孩子的游戏中去。在孩子玩耍的过程中，家长可以观察孩子的行为和兴趣，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。同时，家长也可以与孩子一起玩游戏，增进亲子关系。例如，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搭建积木，在搭建过程中与孩子交流想法，分享快乐。此外，家长还可以为孩子选择合适的游戏。不同的游戏对孩子的能力发展有不同的作用。比如，益智类游戏可以锻炼孩子的思维能力，运动类游戏可以提高孩子的身体协调性和团队合作能力。通过选择合适的游戏，家长可以更好地促进孩子的全面发展。让孩子尽情地玩和参与游戏有很多好处，它能够促进孩子的身体发育。在游戏中，孩子需要进行各种身体活动，这有助于增强他们的体质。同时，玩和游戏也能培养孩子的社交能力。在与小伙伴一起玩游戏的过程中，孩子可以学会与他人合作、分享和沟通。此外，玩和游戏还能激发孩子的创造力和想象力，为他们未来的发展奠定基础。4. 父母与孩子的关系。书中还探讨了父母与孩子的关系。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是养育过程中最核心的部分，它影响着孩子的情感、认知和社会性发展。依恋理论是理解父母与孩子关系的关键。根据依恋理论，孩子与主要照顾者之间会形成一种特殊的情感纽带，这种纽带对孩子的心理健康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。安全型的依恋关系能够为孩子提供情感上的安全感，让他们在面对生活中的挑战时更有勇气和信心。同时，父母与孩子的关系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。随着孩子的成长，这种关系会不断变化。在孩子不同的成长阶段，父母需要调整自己的角色和方式。例如，在婴儿期，父母主要是照顾孩子的基本生活需求；在儿童期，父母则需要更多的关注孩子的教育和品德培养。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需要家长付出时间和精力。首先，
家长要给予孩子足够的关注和爱，这包括倾听孩子的想法和感受，给予他们积极的反馈。比如，当孩子放学回家后，家长可以主动询问孩子一天的情况，认真倾听他们的讲述，并对他们的进步和努力给予肯定。其次，家长要尊重孩子的个性和独立性，在养育过程中，家长不要试图去控制孩子，而是要尊重他们的选择和决定。例如，在孩子选择兴趣爱好时，家长可以提供建议，但不要强迫孩子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选择。良好的亲子关系有很多好处，它能够为孩子提供情感上的支持，让孩子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有一个可以依靠的港湾。同时，这种关系也有助于培养孩子的自尊和自信。当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和尊重时，他们会更加认可自己，相信自己的能力。此外，良好的亲子关系也是孩子未来人际关系的基础，它能够教会孩子如何与他人建立和维护关系，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。通过以上对《园丁与木匠》这本书的介绍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养育理念。它让我们明白，养育孩子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，而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旅程。我们不再是按照某种固定的模式去塑造孩子，而是要成为园丁，为孩子创造一个适合他们成长的环境。这本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所传达的理论知识，更在于它能够引导我们反思自己的养育方式。它鼓励我们放下焦虑和过度控制，去欣赏孩子的独特性，去相信他们的学习能力，去享受与孩子一起成长的过程。我呼吁每一位读者都去阅读这本书，并尝试将书中的习惯融入到自己的养育实践中。相信我，当你开始以园丁的心态去养育孩子时，你会发现一个全新的世界。你会看到孩子身上那些被我们忽视的闪光点，你会感受到孩子成长的力量，你会体验到与孩子之间更加深厚的情感连接。记住，养育孩子是一场充满爱的冒险，而园丁与木匠将是你的最佳指南。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美妙的旅程，去见证孩子成长的奇迹，去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美好回忆。行动起来吧，让这本书成为你养育之路上的灯塔，指引你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。希望你们在阅读这本书后，也能像园丁一样，用心呵护孩子的成长，让他们在自由、温暖的环境中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。谢谢大家。